参加失忆女友的订婚宴，新郎不是我，却没想到他在交换戒指的前一秒，突然扯下头纱，指着角落里的我大喊：“我要跟他走！”全场哗然，我也愣在原地，以为他终于想起了一切。可他走到我面前，只是冷冷地递上一份协议，签了它，做我的挡箭牌，每月10万。只因1年前为了救他父亲，他接受了记忆封存手术，把我忘得一干二净，而我为了替他家还债，成了刚从牢里出来的劳改犯。柳如烟把协议拍在玻璃桌上，我扫了一眼，抬头，假结婚协议，嫌少。他冷笑，从包里掏出支票簿，自己填。只要你今天带我走出这扇门，破坏这场联姻。我拿起笔写下10块钱。他猛地皱眉，你耍我？不，我只是觉得买断我的一生，10块钱刚好。我盯着他的眼睛，那双眼睛曾为我流过无数次眼泪，现在却只剩下戒备和厌恶。神经病！他一把抢过支票撕碎。我调查过你，许清，刚出狱，没背景，欠了一屁股高利贷，你最适合做傀儡。成交！我毫不犹豫地开口，他反倒愣住了，似乎没料到我答应的这么爽快。走！他抓起我的手腕，指尖触碰的瞬间，他触电般缩回手，脸色发白。怎么了？我问。你身上有股味道。他捂住胸口，大口喘气。穷酸味。我自嘲，不，一种让我反胃的熟悉感。他咬牙切齿地瞪着我，不要碰我。我攥紧了拳头，指甲掐进肉里，那是他曾经最喜欢的。我身上淡淡的皂角香。我们从后门逃出了酒店，坐上他的跑车，他一脚油门踩到底。去哪？我问。民政局。他死死盯着前方，这么急，迟一秒，我爸就会派人把你沉江。他猛打方向盘，车子甩进一条小巷，怕了就滚下去。我不怕死。我看着他的侧脸，我只怕你后悔。我的字典里没有后悔。车子停在民政局门口，填表时，工作人员递过笔，柳如烟刷刷写下自己的名字，然后把表格推给我。我刚要下笔，目光瞥见他在紧急联系人那一栏填的号码138，尾号0927，那是我的旧手机号，1年前就已经注销了的号码。你填错了吧？我指着那串数字。他看了一眼，眉头瞬间拧成死结。他烦躁地划掉，重新填了一个号码。我不知道为什么会写这个。他揉着太阳穴，声音有些发颤。最近总是这样，脑子里会突然冒出一些莫名其妙的数字和画面。比如，我试探着问：关你屁事？他冷冷地堵回我的话：签你的字，盖章，拿证。整个过程不到10分钟。走出大门，他把红本本随手塞进包里，转头看着我：从今天起，你住我家。他语气生硬，但我们必须约法3章。别墅很大，空得像个冰窖。柳如烟坐在沙发上，扔给我一份打印好的文件。第一，在外人面前，我们是恩爱夫妻。第二，在家里，你住1楼客房，不准上2楼。他顿了顿，眼神变得极度锐利。第三，也是最重要的一条，绝不能动真感情，违约立刻滚蛋。好，我收起文件。你不看看细节？不用看，我懂规矩。我转身走向客房，站住！他叫住我。他走过来，上下打量着我，然后递给我一套衣服，换上。我抖开衣服，白衬衫，浅灰色休闲裤，这是我以前最常穿的搭配。为什么让我穿这个？我强压着声音里的颤抖。因为你是个替身。他毫不避讳地看着我。我需要你模仿一个人。谁？我前男友。他转过身，走向酒柜，倒了一杯红酒。他死了。我猛地抬起头。死了？1年前，为了替他父亲顶下那桩经济诈骗案，我主动认罪入狱。他父亲为了彻底斩断我们的联系，逼他做了深度催眠记忆封存。在他的记忆里，我应该是一个完全不存在的人。怎么会死了？他叫什么？我走近一步，不记得了。他仰头喝下红酒。我出过一场车祸，忘了很多事，但我知道有这么一个人存在。因为他走到书架前，抽出一本厚厚的黑色日记本。因为我每天醒来都会看到自己写的日记。他把日记本翻开，推到我面前。我低头看去，满页的字迹全都是关于他。他不喜欢吃香菜，他睡觉习惯侧向右边，他生气的时候会习惯性的摸鼻子，他笑起来左边有一颗虎牙。我浑身冰冷，这全都是我的习惯。即使被催眠封存了记忆，他的潜意识依然在疯狂地记录着我的痕迹。他用这种近乎自虐的方式，试图留住一个连名字都想不起来的幽灵。你的任务就是照着这上面写的做。他指着日记本，明天我闺蜜林晓会来试探你，你要让她相信你就是日记里的那个人，让我模仿你的前男友。我笑了，笑的眼泪都快出来了。柳如烟，你是不是有病？他狠狠甩了我一巴掌，拿钱办事，闭上你的嘴。他眼眶通红，死死咬着嘴唇。如果你演砸了，我1分钱都不会给你。他转身跑上2楼，砰的一声摔上房门。我站在原地，摸着发烫的脸颊，看着桌上的日记本。日记的最后一页只有一句话，被反复描摹了无数遍，力透纸背。不要忘记他，绝对不要忘记他。第2天下午，林晓来了，他提着一堆补品，刚进门看到穿着白衬衫的我，手里的袋子啪的掉在地上。你怎么会在这？林晓指着我，声音都在发抖。柳如烟从楼上走下来，挽住我的胳膊，笑得很甜。小小，给你介绍一下，这是我老公许清。林晓的脸色瞬间煞白，他死死盯着我，像见到了鬼。许清。林晓咬着牙，如烟，你开什么玩笑？没开玩笑啊，我们昨天领证了。柳如烟靠在我肩膀上，他对我很好，而且他连不吃香菜的习惯都跟日记里写的一模一样了。林晓猛地冲过来，一把将柳如烟拉到身后，指着我的鼻子大骂：你疯了吗？你到底想干什么？小小，你干嘛这么凶？柳如烟皱眉，如烟，你先上去，我有话单独跟他说。林晓不容置疑的命令。柳如烟看了看我，又看了看林晓，似乎察觉到了什么不对劲，但还是乖乖上了楼。客厅里只剩下我和林晓。林晓立刻从包里掏出一本支票簿，刷刷写下一串数字，砸在我脸上：500万。拿着钱立刻消失。林晓压低声音，眼神狠厉。我弯腰捡起支票，弹了弹上面的灰尘。林大小姐还是这么大方。我笑了笑，不过500万就想买断我1年的牢狱之灾，是不是太便宜了？你别得寸进尺。林晓逼近我，1年前你拿了钱去顶罪，就该彻底滚出他的世界。你现在回来算什么？你想害死他吗？害死他的不是我，是你们。我收起笑容，眼神如刀，深度催眠，记忆封存。你们为了保住柳家的产业，把他变成了一个连自己爱过谁都不知道的木偶，那是为了他好。林晓低吼，如果他知道你是个劳改犯，如果他知道他爸干的那些龌龊事，他会崩溃的。现在的他过得很好，很好。我一把抓起桌上的日记本，砸在林晓脚下，你管这叫很好？他每天晚上靠写这些连名字都没有的日记来折磨自己，他甚至雇我来演我自己。林晓看着地上的日记
记本，愣住了。他还在写。林晓喃喃自语：你们删除了他的记忆，但删不掉他的潜意识。我逼近林晓，林晓，我今天站在这里不是为了钱，我要把他带走。你做梦！林晓猛地抬起头，柳伯父已经知道你出狱了，你以为你逃得掉？只要你敢动如烟一下，明天江里就会多一具尸体，那就让他来。我冷笑，光脚的不怕穿鞋的。就在这时，楼梯上传来吧嗒一声，我和林晓同时转头，柳如烟站在楼梯转角处，脸色惨白如纸，她的手里死死抓着一支录音笔。你们在说什么？柳如烟的声音轻得像一阵风。什么顶罪？什么记忆封存？林晓慌了，连忙冲上去。如烟，你听错了，我们是在对台词，滚开！柳如烟猛地推开林晓，她一步步走下楼梯，走到我面前，她的眼睛死死盯着我，眼底翻涌着巨大的恐惧和混乱。你到底是谁？她伸手揪住我的衣领，指关节泛白。我是许清。我看着她，许清是谁？她拼命摇头，我不认识你，我不认识你。突然，她猛地捂住头，痛苦地蹲在地上，好痛，我的头好痛。她发出撕心裂肺的惨叫。如烟，我冲过去想抱住她，别碰她。林晓一把推开我，你刺激到她的记忆封锁去了，你想让她变成白痴吗？我僵在原地，看着柳如烟在地上痛苦翻滚，我的心像被绞肉机绞碎了一样。林晓迅速掏出药瓶，倒出2粒药塞进柳如烟嘴里。几分钟后，柳如烟渐渐平静下来，昏睡在林晓怀里。林晓抬起头，红着眼睛看着我，看到了吗，许清？这就是你强行唤醒她的代价。林晓的声音冷得像冰，如果强行冲破催眠暗示，她的神经系统会彻底崩溃。你要是真爱她，就离她远点。我死死握着拳头，指甲刺破了掌心，鲜血滴在地毯上，悄无声息。林晓带走了昏睡的柳如烟，别墅1楼重归死寂。我独自走进客房，没有开灯，房间里没有暖气，空气冷得像停尸房。我坐在床沿，借着窗外的月光，摊开右手，掌心被指甲掐出的血洞已经凝固，暗红色的血痂扯着皮肉，隐隐作痛。离他远点。林晓的警告还在耳边回荡。我苦笑一声，可以躺在冰冷的床铺上，闭上眼，满脑子都是他痛苦翻滚的模样。凌晨2点，咔嗒，极其轻微的门锁转动声在寂静的夜里被无限放大。我猛地睁开眼，浑身肌肉瞬间绷紧。是柳父派来灭口的人，还是林晓去而复返？门被缓缓推开，走廊微弱的地灯光线如水般淌进房间，拉长了一道纤细的影子。我屏住呼吸，悄悄摸向枕头下的手机。来人没有开灯，脚步轻浮地走到床边，借着月光，我终于看清了他的脸，是柳如烟。她穿着单薄的白色丝质睡裙，赤着脚，双眼紧闭，呼吸均匀而沉重。梦游，我愣住了。1年前，她就有严重的梦游症，每次发作都会没有安全感的到处找我。我以为记忆封存手术治好了她的一切，没想到潜意识里的病根本拔不掉。我刚想出声叫醒她，她却突然掀开了我的被子，好冷。她呢喃了一句，下一秒，她像一只终于找到避风港的流浪猫，极其熟练地钻进了我的怀里。我浑身僵硬如铁，双手悬在半空，根本不敢落下。她完全褪去了白日的防备与厌恶，脸颊紧紧贴着我的胸膛。她贪恋地深吸了一口气，眉头渐渐舒展，有皂角的味道。她把脸埋得更深，声音里带着浓浓的鼻音，你终于肯来梦里看我了。我的心脏猛地抽痛，眼眶瞬间酸涩。她把我当成了梦里的那个幽灵。我咬着牙，强忍着喉咙里的哽咽，慢慢放下手臂，虚虚地环住她的肩膀。就这一晚，让我再抱抱她，哪怕是以一个替身的身份。黑暗中，她的手不安分地摸索着，顺着我的胸膛一路滑到了我的手腕上。突然，她的动作停住了，她的指腹停留在我右手手腕内侧，那里有一道极其粗糙的凸起的伤疤，那是狱中劳改时为了抢救即将砸中工友的钢板，被生生撕裂皮肉留下的印记。怎么弄的？她闭着眼，声音突然发颤，我不敢说话，连呼吸都死死憋住。疼不疼？一滴滚烫的液体毫无预兆地砸在我的手腕上，烫得我灵魂都在发抖。她低下头，温软的嘴唇贴上那道丑陋的疤痕，一下2下，她反反复复地亲吻着那道粗糙的皮肉，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，不断地砸在我的手臂上。不要离开我好不好？她突然死死抱住我的腰，扑出了声，声音里全是绝望的哀求。我真的好怕，我每天都在忘，我怕有一天我连你喜欢什么味道都记不起来了。我的心理防线在这一刻彻底崩塌，隐忍的泪水无声地砸在枕头上。我多想大声告诉她，我没有死，我就在这里，但我不能。林晓的花像一把刀悬在我的脖子上，强行唤醒她的神经系统会彻底崩溃。我只能死死咬住嘴唇，尝到了一股浓烈的血腥味。我连呼吸都不敢用力，像一具僵硬的木偶，任由她抱着我哭泣，生怕哪怕一个微小的动作就会精髓着偷来的卑微的片刻温存。时间在黑暗中被无限拉长，直到窗外透出第一缕灰白的晨光，她终于在我怀里沉沉睡去。我轻轻掰开她紧攥着我衣角的手指，下床抱起她，她很轻，轻得像一片随时会被风吹走的羽毛。我放慢脚步，避开楼梯上所有会发出声响的木板，将她悄无声息地抱回了2楼的卧室，盖好被子。我最后贪婪地看了一眼她的睡颜，转身离开。回到1楼客房，我像个销毁罪证的罪犯，迅速清理掉床上所有属于她的长发，抚平床单的褶皱，喷上空气清新剂，掩盖掉属于我们交融过的气息，一切都必须天衣无缝。早上7点半，厨房，我系着围裙，关掉燃气灶，锅里是熬得软糯的皮蛋瘦肉粥。楼梯传来高跟鞋清脆的声响，柳如烟走下楼，换上了一身剪裁凌厉的黑色职业装。昨晚那个脆弱爱哭的女孩消失得无影无踪，取而代之的是浑身竖起尖刺的冷漠女总裁。早，我把2碗粥端上餐桌，她冷冷地扫了我一眼，拉开椅子坐下，没有说话。我坐在她对面，拿起筷子，看着她碗里飘着的绿色点缀，我几乎是身体本能地伸出手，将她碗里的香菜一点一点地挑出来，放在旁边的空碟子里。你干什么？她猛地抬起头，眼神像2把冰冷的刀。你不吃香菜？我动作一顿，平静地看着她。砰！她猛地一挥手，直接掀翻了面前的瓷碗，滚烫的粥液瞬间泼洒在我的手背上，瓷碗砸在地上，4分5裂。谁让你碰我的碗的？她猛地站起身，胸口剧烈起伏，指着我的鼻子厉声警告：许清，你是不是忘了自己的身份？别太入戏，你只是个拿钱办事的替身，谁允许你自作主张模仿他的？手背上迅速泛起一片红肿，火辣辣的疼，但我没有缩回手。我看着她愤怒到有些扭曲的脸，我知道她不是在生我的气，她是在恐惧。潜意识里那股莫名的熟悉感正在疯狂冲击着
着他清醒时的理智，他只能用愤怒来掩饰恐慌。抱歉，我垂下眼帘，声音没有一丝波澜。刘总，我越界了。我推开椅子，默默蹲下身，徒手去捡地上的碎瓷片。你，他看着我的动作，语气突然滞了一下，一块锋利的玻璃碴刺破了我的食指。我没有停顿，将那块带血的碎片连同残渣一起攥进掌心，鲜血顺着指缝滴在地板上，触目惊心。如果没别的事，我先去清理伤口。我站起身，将一手的狼藉扔进垃圾桶，转身走向洗手间，没有回头看他一眼。洗手间里，冷水冲刷着掌心的伤口。我看着镜子里眼眶通红的自己，嘴角勾起一抹苦涩的笑。白天是冷暴力的靶子，夜晚是偷温存的贼。许沁，这就是你选的路。2楼卧室，柳如烟站在梳妆台前，死死盯着镜子里的自己，她的眼眶有些浮肿。她低下头，目光落在枕头上，那里有一圈干涸的、明显的泪痕。我又哭了。她喃喃自语，手指无意识地攥紧了衣角。她明明记得自己昨晚吃了安眠药，睡得很沉，连一个梦都没有做。可为什么早上醒来，心里会有一种被抽空的窒息感？而且那个叫许沁的男人，他挑香菜的动作，他低垂的眉眼，甚至是刚才他手背被烫红时那隐忍的眼神，都让他觉得心脏像被一只无形的手死死捏住。不可能，他只是个替身。柳如烟烦躁地抓乱了头发，她拉开抽屉，从最深处摸出一个黑色的微型摄像头，眼神逐渐变得决绝。她绝不允许自己的生活失控，她要弄清楚，每到午夜，这栋房子里到底发生了什么。10分钟后，1楼客房门外的盆栽里多了一个隐蔽的红点。我提着从超市买来的日记本同款黑色钢笔，推开别墅大门。客厅里死一般的寂静，柳如烟跌坐在地毯上，面前的笔记本电脑屏幕泛着幽冷的光。听到脚步声，她猛地抬起头，那双向来冰冷高傲的眼睛里，此刻布满了红血丝，写满了极度的自我怀疑与混乱。你回来了。她声音嘶哑，像是在极力压抑着什么。我瞥了一眼屏幕，画面上正播放着昨晚凌晨的监控录像。黑白画面里，她穿着单薄的睡裙，轻车熟路地推开客房的门，像一只寻找庇护的幼兽，紧紧缩在我的怀里，一遍遍亲吻我手腕上的疤痕。我的心猛地一沉，这是什么？她指着屏幕，手指剧烈颤抖。许沁，你给我下药了，还是用了什么催眠术？我没有。我平静地看着她，那是你梦游。梦游？她突然笑了起来，笑得眼泪都出来了。我柳如烟会对着一个替身投怀送抱，会抱着一个劳改犯哭得像个白痴。她猛地站起身，抓起桌上的水杯砸向我，砰！水杯在我脚边炸裂。你到底是谁？为什么我一靠近你就会觉得心脏快要痛死了？她死死揪住自己的头发，痛苦地蹲在地上，脸色惨白如纸。看着她濒临崩溃的模样，我握紧了拳头，指甲掐进掌心。林晓的警告再次响起，强行唤醒她的神经系统会彻底崩溃。我只是个拿钱办事的替身。我强忍着心如刀割的痛楚，冷冷地开口：刘总，如果你觉得我越界了，我现在就可以走。走。她猛地抬起头，眼神狠厉。你以为？轰！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打断了她的话。别墅那扇厚重的实木大门被人用大铁锤硬生生砸开，木屑四处飞溅。5个凶神恶煞的男人气势汹汹地闯了进来，为首的刀疤脸手里拎着一根手腕粗的铁棍，目光阴冷地扫视着客厅。许沁，你这日子过得挺滋润啊。刀疤脸吐了口唾沫，一脚踹翻了旁边的落地灯。我立刻将柳如烟挡在身后，冷冷地盯着他们。你们是谁？装什么傻？你在号子里欠的账，真以为出来就不用还了？刀疤脸狞笑着逼近，我眉头紧锁。我在狱中根本没有欠过任何人的钱。电光火石间，我明白了，是柳父。他知道我出狱了，这是他找人来演的一出戏，目的就是用这种极端的流氓手段逼我滚出柳如烟的世界。有什么事冲我来。我压低声音，别动他，冲你来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？刀疤脸冷笑一声，目光越过我，贪婪地落在柳如烟身上。哟，这就是包养你的富婆，长得够正点的啊！你们想干什么？柳如烟从我身后站出来，强装镇定地指着大门，我已经报警了，立刻滚出去！报警？你报啊！刀疤脸猛地挥动铁棍，狠狠砸在昂贵的茶几上，哗啦，玻璃茶几瞬间4分5裂。柳如烟被吓得连连后退，一直被逼到了墙角。老子今天不仅要钱，还要人！刀疤脸污言秽语地大骂着，伸手就去抓柳如烟的头发，别碰她！我怒吼一声，猛地扑上去，一拳砸在刀疤脸的鼻梁上。刀疤脸惨叫一声，鼻血喷涌而出，给我打，往死里打！他捂着鼻子，气急败坏地咆哮。剩下的4个人瞬间一拥而上，拳头和皮鞋如雨点般落在我的身上。我死死咬着牙，拼命护住头部，寻找反击的机会，但他们人太多了。许沁！柳如烟在角落里尖叫。我余光瞥见，刀疤脸不知什么时候绕到了柳如烟面前，举起了手里那根沉甸甸的铁棍。臭婊子，敬酒不吃吃罚酒！刀疤脸面露凶光，铁棍带着凌厉的风声，直直砸向柳如烟的头部。那一瞬间，时间仿佛静止了。柳如烟绝望地闭上了眼睛。如烟！我目眦欲裂，爆发出前所未有的力量，硬生生撞开围殴我的2个人，不顾一切地扑向柳如烟。在铁棍落下的前1秒，我将她死死护在怀里，用自己单薄的后背迎上了那致命的一击。一声令人牙酸的骨裂声在客厅里清晰可闻，剧烈的疼痛瞬间撕裂了我的神经，仿佛脊椎被硬生生砸断。我闷哼一声，喉咙里涌起一股浓烈的血腥味。我重重地倒在地上，视线开始模糊，一口鲜血从我嘴里喷出，不偏不倚地溅落在不远处那本黑色的日记本上。刺眼的红瞬间晕染了日记本最后1页那句被反复描摹的话：不要忘记他，绝对不要忘记他。许沁！柳如烟呆呆地跌坐在地上，看着我嘴角不断涌出的鲜血，又看了看那本被血染红的日记本，她的瞳孔剧烈收缩，好痛！她突然死死捂住头，发出一声极其痛苦的哀鸣。在她的脑海深处，那道被催眠锁死的记忆大门正在被这刺眼的鲜血疯狂撞击。1年前的画面像破碎的玻璃片一样在她的脑海中疯狂闪过，警车闪烁的红蓝光，冰冷的手铐。我在警车里回过头，冲她露出的那个安抚的微笑。不要带她走！柳如烟突然爆发出一声撕心裂肺的尖叫，她猛地扑到我身上，死死抱住我重伤的身体，眼泪像决堤的洪水般疯狂涌出。许沁！许沁，你醒醒，你不准死！她哭得像个失去全世界的孩子，声音里透着绝境中的疯狂。刀疤脸被她突如其来的爆发吓了一跳，随即恶狠狠地骂道：妈的，还敢叫！老子连你一起打！
他再次举起铁棍，滚！柳如烟猛地转过头，双眼猩红的像一头护崽的母狼。他看都没看，随手抓起地上那块最大最锋利的茶几碎玻璃，毫不犹豫地划破了自己的掌心，鲜血顺着玻璃滴落。他像疯了一样举着那块带血的碎玻璃，猛地朝刀疤脸的脖子扎去。你敢碰他一下，我今天就跟你同归于尽！刀疤脸大惊失色，狼狈地往后退了一步，铁棍掉在地上。他看着柳如烟那副完全不要命的疯魔模样，咽了口唾沫，眼中闪过一丝退意。柳夫交代的是教训我，可没说要闹出人命，更没说要伤到柳如烟。疯子，真他妈是个疯子！刀疤脸咬了咬牙，我们走。几个人连滚带爬地逃出了别墅。客厅里重新陷入死寂，只有冷风顺着破败的大门灌进来。我艰难地睁开眼，视线已经被鲜血和汗水模糊。我看到柳如烟跪在我的身边，双手沾满了我的血，她的手掌被碎玻璃割破，鲜血和我的血混在一起，分不清彼此。如烟，我气若游丝地喊出她的名字。她呆呆地看着我满身的鲜血，嘴唇剧烈地颤抖着。许清，她喃喃着，眼神渐渐失去焦距，极度的刺激和脑海中记忆碎片的疯狂撕扯，终于超出了她神经系统能承受的极限。她双眼一翻，身体软绵绵地倒在了我的怀里，彻底昏死过去。我死死抱住她，意识也逐渐陷入黑暗。这一次，哪怕是死，我也绝不放手。急就是门上的红灯，像一只滴血的眼睛，死死盯在我的视网膜上。护士用力扯紧我背后的纱布，粗糙的布料摩擦着刚刚缝合的皮肉，一阵钻心的剧痛顺着脊椎炸开。我没有出声，死死盯着那扇紧闭的大门。走廊尽头传来凌乱的高跟鞋声，林晓捏着几张薄薄的单子，疯了一样冲过来，她的脸色惨白如纸，连嘴唇都在不受控制的哆嗦。许清，她猛地揪住我的衣领，一把将我从长椅上拽了起来，背部的伤口瞬间崩裂，温热的液体渗透了纱布，但我甚至没有皱一下眉头。她怎么样？我反手抓住林晓的手腕，声音哑得像吞了沙子。怎么样？你还敢问怎么样？林晓双眼猩红，猛地将手里的 CT 报告砸在我的脸上，你自己看。黑白的胶片散落一地，她的记忆封锁区正在强行碎裂。林晓指着地上的报告，声音尖锐的几乎劈叉，脑部神经元极度活跃，血管壁已经薄到了极限。医生说，如果她再强行回忆，或者再受一次刺激，脑血管极大概率会当场破裂。我浑身一僵，血液仿佛在一瞬间被抽干。脑血管破裂会怎样？我死死盯着林晓，会死，会变成植物人，会彻底脑死亡。林晓歇斯底里的咆哮着，眼泪夺眶而出。许清，你满意了吗？这就是你强行留在他身边的结果。我踉跄着后退了一步，后背重重撞在冰冷的墙壁上。我没想刺激他，我喃喃自语，指甲深深掐进掌心，我只是想保护他。保护？你拿什么保护？林晓猛地扑上来，双手死死掐住我的手臂。你是个刚出狱的劳改犯，你被高利贷追杀，你留在他身边就是个随时会引爆的定时炸弹。我咬紧牙关，没有反驳。算我求你。林晓的语气突然软了下来，他松开我的衣领，双膝一软，扑通一声跪在我的面前。林晓，你干什么？我忍着背后的剧痛，弯腰想把他拉起来。我求求你，许清。林晓一把甩开我的手，死死抱住我的腿，哭得撕心裂肺。为了让他活下去，你走吧，彻底消失。只要你不在他眼前，他就不会去想，就不会死。走廊里死一般的寂静，只有林晓绝望的抽泣声在回荡。我低头看着跪在地上的林晓，又转头看向急救室的大门。就在这时，咔嗒一声，红灯灭了，大门被推开，医生疲惫地走出来，摘下口罩，抢救过来了。但病人现在的脑部状态极其脆弱，绝对不能再受任何精神刺激。家属去重症监护室外看看吧。我推开林晓，跌跌撞撞地跑到重症监护室的玻璃窗前。柳如烟静静地躺在病床上，她头上缠着厚厚的绷带，脸上没有一丝血色，粗大的呼吸机管子插在她的嘴里，随着极其微弱的呼吸起伏。那个高傲、冷漠、浑身带刺的柳如烟不见了。此刻的她，脆弱得像一个一碰就碎的瓷娃娃。我将手掌贴在冰冷的玻璃上，隔着一层厚厚的屏障，虚空描摹着她的眉眼，从额头到鼻梁，再到苍白的嘴唇。许清，林晓走到我身后，声音冷硬，你选吧，是要你那自私的爱，还是要他的命？我的手指猛地蜷缩起来，指甲在玻璃上划出一道刺耳的尖音。我懂了。我闭上眼，将眼底所有的挣扎、不甘和绝望通通咽回肚子里。再睁开眼时，我的眼神只剩下死灰般的平静。把他的日记本给我。我转头看向林晓，林晓愣了一下，从包里掏出那本沾着我血迹的黑色日记本，警惕地看着我。你要干什么？我一把夺过日记本，转身走到护士站，借了一支黑色的钢笔，翻开日记本的最后一页，那句不要忘记他，绝对不要忘记他，已经被我的血染成了一片暗红。我深吸一口气，忍着后背皮肉撕裂的剧痛，握紧了钢笔。我要抹杀自己，彻底的、残忍的，不留一丝余地。我模仿着日记里那个前男友的笔记，也就是我自己的笔记，在空白处落笔，手腕因为极度的用力而剧烈颤抖，但我死死咬住嘴唇，强迫自己写下每一个字。柳如烟，戏演完了，我根本不是什么日记里的前男友，我只是一个刚出狱、欠了一屁股债的穷光蛋。模仿你的前男友，不过是为了骗取你们柳家的钱财。什么替身，什么回忆，全都是我装出来的。我从未爱过你，一分一秒都没有。你发疯的样子，真的让我觉得很恶心。现在高利贷找上门了，游戏结束，我不会再陪你玩这种过家家的游戏。写完最后一个字，我的嘴唇已经被自己咬得鲜血淋漓。你，林晓站在我身后，看着信上的内容，震惊地捂住了嘴巴。还不够，我冷冷地开口。我从怀里掏出那份一直带在身上的离婚协议书，那是第一天领证时他让我签的。我毫不犹豫地在末尾签上许清2个字，净身出户，放弃一切财产。然后我伸手摸向口袋，掏出了一张皱巴巴的、沾着一点血迹的10块钱纸币，那是订婚宴那天我用来买断我一生的10块钱。我将那10块钱平平整整地压在离婚协议和绝笔信上，把这个放在他的床头。我把东西递给林晓，等他醒来看到这些，就会彻底死心。一个骗子，一个为了钱接近他的恶棍，不值得他去回忆，更不值得他去死。林晓颤抖着接过那些东西，看着我的眼神里，第一次没有了厌恶，只剩下极其复杂的震撼。那你呢？林晓问。你要去哪？口袋里的手机震动了一下，我掏出手机，是一条陌生号码发来的短信：城南废弃水泥厂，半小时内不到，明天柳如烟的床头就会多一颗炸弹。刀疤。我死死盯着屏幕上的地址，按灭了手机，去结束一切。我将手机揣回口袋。
袋。我最后转过头，隔着玻璃深深地看了一眼病床上的柳如烟。如烟，如果爱我的代价是死亡，那我宁愿你恨我入骨。我转过身，拖着不断渗血的重伤身躯，一步一步走向医院走廊的尽头，没有回头。几个小时后，重症监护室里，心电监护仪发出平稳的滴滴声。病床上的柳如烟手指极其细微地抽动了一下，接着她缓缓睁开了沉重的眼皮，刺眼的白炽灯让她本能地眯起眼睛。她的目光有些涣散，直到视线渐渐聚焦，落在了床头柜上。那里静静地躺着一本翻开的黑色日记本，一份签好字的离婚协议，以及一张压在上面的皱巴巴的10块钱纸币。江风如刀，裹挟着浓烈的铁锈与水腥味，狠狠刮过我的脸颊。砰！我的膝盖弯被重重踹了一脚，整个人不受控制地跪在粗糙的水泥地上，背部刚刚缝合的伤口再次撕裂，温热的鲜血顺着脊椎大补地涌出，砸在满是灰尘的地面上，开出一朵朵暗红色的血花。跑啊！你他妈不是很能打吗？刀疤脸扯着我的头发，强迫我仰起头。废弃水泥厂的边缘就是奔腾咆哮的跨江干流，江水深不见底，像一头张开巨口的野兽，发出震耳欲聋的轰鸣。几个混混拖着一块足有上百斤重的废弃水泥墩走过来，粗糙的生锈铁链像毒蛇一样，一圈两圈死死缠在我的腰上，另一头牢牢锁死在水泥墩的钢筋上。柳家老头子说，只要你彻底消失，尾款翻倍。刀疤脸拍了拍我的脸，笑得狰狞。陈江最干净利落，连尸体都找不到，神仙也查不出来。我没有挣扎，只是冷冷地看着他。从我决定踏出医院的那一刻起，我就没打算活着回去。只要我死了，高利贷追杀的戏码就会成真，柳如烟就会彻底死心。他不会去回想，不会去探究，他的脑血管就不会破裂。用我一条烂命换他岁岁平安，这笔买卖很值，不怕死。刀疤脸似乎被我死灰般的眼神激怒了，他伸手摸进我的口袋，掏出了我的手机。你干什么？我猛地挣扎，铁链发出刺耳的摩擦声，勒进血肉。干什么？当然是让你那富婆老婆听听你是怎么咽气的。刀疤脸狞笑着，按下指纹解锁，直接拨通了最近通话里的号码。铃响，电话接通了。刀疤脸按下了免提，将手机扔在离我1米远的废弃汽油桶上。喂，许清。林晓疲惫又沙哑的声音从扬声器里传出。刀疤脸死死捂住我的嘴，冲着手机吹了一声口哨，没有说话。电话那头背景音极其嘈杂，伴随着刺耳的医疗仪器滴滴声。紧接着，我听到了那个让我灵魂都在发颤的声音。我不信。柳如烟的声音透着浓浓的鼻音，似乎在剧烈的颤抖。林晓，把信给我。我不信。如烟，你别看了，他就是个骗子，他自己都承认了。林晓带着哭腔拼命阻拦。滚开！我死死咬着牙，口腔里满是血腥味。看了信就好，看了信你就该恨我了，恨我这个为了钱不择手段的恶棍。电话那头陷入了短暂的死寂，只有柳如烟粗重急促的呼吸声。理智告诉我，他现在应该把那封信撕得粉碎，然后指着天花板大骂我个人渣，彻底把我从他的生命里剔除。可下一秒，他的声音却变了调。不对，柳如烟的声音突然拔高，带着一丝近乎疯狂的敏锐。林晓，你过来看，这是什么？什么？这不就是他写的绝情信吗？你看边缘，这里。柳如烟的呼吸越来越急促，有一滴血，暗红色的，极其微小的干涸血迹。我浑身一僵，瞳孔骤然收缩。写那封信时，我背上的伤口崩裂，鲜血顺着手臂滑落。我以为我擦干净了，没想到还是在信纸边缘留下了一丝痕迹。一滴血能说明什么？他可能是不小心划破了手。林晓还在试图圆谎。放屁！柳如烟突然爆发出一声歇斯底里的怒吼，声音穿透了手机屏幕，重重砸在空旷的废弃工厂里。一个为了骗钱的混蛋，会拿自己的命去当铁棍吗？他背上的骨头都快被砸碎了。这血是他写信的时候伤口崩裂渗出来的。电话那头，心电监护仪的警报声突然变得极其尖锐。如烟，你的血压在飙升，你不能再受刺激了。林晓尖叫起来，他没走对不对？他根本不是去躲债，他在骗我。柳如烟的声音里带着一种让人胆寒的偏执。吊瓶支架砸在地上的巨响传来，你干什么？你把吊针拔了干嘛？你还在输液啊？林晓彻底慌了，我疯狂地挣扎起来，手腕被铁链磨得血肉模糊，喉咙里发出野兽般的低吼。刀疤脸死死压着我，眼神里闪过一丝错愕。别去想，柳如烟，求求你别去想，你的脑血管会破裂的。告诉我，许清在哪？柳如烟的声音变得异常冰冷，像是从地狱里爬出来的修罗。我不知道，他走了。哗啦，玻璃杯砸碎的脆响。如烟，你放下玻璃片，你的手腕在流血。林晓的哭声已经近乎崩溃。透过手机，我仿佛能看到柳如烟赤着脚踩在满地狼藉的病房里，她手里握着尖锐的玻璃碎片，死死抵在自己的大动脉上，双眼猩红的将林晓逼到死角。我再问最后一遍。柳如烟一字一顿，决绝的没有一丝退路。许清在哪？你疯了，你会死的。医生说你再受刺激脑血管会爆的，他不回来，我现在就死给你看。玻璃刺破皮肉的微小声音顺着电波被无限放大。我说，林晓的心理防线在这一刻彻底坍塌，嚎啕大哭。他去城南废弃水泥厂了。他去干什么？去送死，去替你填命啊！林晓哭得撕心裂肺。1年前他根本不是什么劳改犯，他是替你爸顶下了经济诈骗的罪名去坐牢的。他把所有的脏水都泼在自己身上，就为了保全你。现在他怕那些混混再来找麻烦，刺激到你的脑神经，他一个人去赴刀疤的死局了。他用10块钱买断了自己，就为了让你恨他，让你活下去。风突然停了，整个世界仿佛在这一刻被按下了暂停键。电话那头没有任何声音，没有哭泣，没有尖叫。我绝望地闭上眼睛，等待着那声宣告脑血管破裂的闷响。1秒2秒，许清。柳如烟的声音轻得像一片羽毛，却带着一种将生死置之度外的惊人意志力。他没有倒下，那股刻入骨髓的痛感不仅没有击垮他，反而像一剂强心针，强行稳住了他濒临崩溃的神经。直觉战胜了谎言，真爱撕碎了迷局。车钥匙给我。如烟，你不能开车，你现在的状态给
给我！一阵凌乱的争抢声，接着是急促的脚步声狂奔而出。喂，110吗？柳如烟的声音在风中奔跑，冷酷的可怕。城南废弃水泥厂有人蓄意谋杀，我正在赶过去，电话被挂断了。废弃工厂里，刀疤脸脸上的笑容彻底僵住了。他看着被挂断的手机，又看了看满身是血、被铁链锁在地上的我。疯子，你们他妈的都是疯子！刀疤脸眼中闪过一丝慌乱，他猛地转过头，冲着手下怒吼：条子要来了，那个疯婆娘也过来了，赶紧动手，把他推下去！老大，现在弄出人命，警察来了，我们跑不掉啊！一个小弟浑身发抖，不推他下去，柳家老头子一样会弄死我们。刀疤脸眼底泛起凶光，直接走过来，一脚狠狠踹在沉重的水泥墩上。水泥墩在粗糙的地面上摩擦出刺耳的声响，向着江边滑行了半米，连带着我腰间的铁链猛地绷紧，将我整个人向着悬崖边缘拖拽。粗糙的水泥地刮破了我的胸膛，留下一道长长的血痕。许清，要怪就怪你命贱，非要惹不该惹的人。刀疤脸再次抬起脚，水泥墩的边缘已经悬空了一半，下方是奔腾咆哮、冰冷刺骨的江水。我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，看着漆黑的夜空。如烟，别来，千万别来，哪怕我死，我也只希望你能在医院里平安地活下去。给我下去吧！刀疤脸暴喝一声，双脚猛地蹬在水泥墩上，沉重的水泥墩彻底失去重心，带着摧枯拉朽的力量向着深渊坠落。腰间的铁链瞬间收紧，一股无法抗拒的巨大拉力将我整个人扯向半空。失重感袭来的那一瞬间，极其刺耳的轮胎摩擦声伴随着2道刺目的远光灯，如同利剑般撕裂了废弃工厂的黑暗。一辆红色的跑车像一头失控的狂狮，撞碎了工厂生锈的大铁门，不顾一切地朝着江边疾驰而来。车窗降下，柳如烟半个身子探出车外，狂风吹乱了她的病号服，额头上的纱布渗着刺眼的血红，手腕上的鲜血顺着车门滴落。许清，她绝望的嘶吼声盖过了奔腾的江水，穿透了生死的界限。我悬在半空中，看着那道在灯光下奋不顾身的身影，眼角滑落一滴滚烫的泪，嘴角却勾起一抹释然的笑。你终究还是来找我了。下一秒，冰冷刺骨的江水彻底吞没了我，失重感扯着我的五脏六腑往下坠，腰间的铁链死死勒进骨头里，那块上百斤重的水泥墩带着不可阻挡的死气，拖着我向无底的黑暗深渊沉去。我没有挣扎，水压挤压着肺部，仅存的氧气化作一串细小的气泡，从我嘴角溢出，向上飘散。我平静地闭上眼，四周的轰鸣声渐渐远去，脑海里出奇的安静。走马灯般的画面在黑暗中闪烁。1年前他穿着白裙站在阳光下的笑脸，几天前在民政局门口他冷漠递过笔的侧颜，还有昨晚他缩在我怀里亲吻我疤痕时的温热。够了，我这条烂命能换他岁岁平安，能换他脑血管不再受刺激，太值了。如烟，忘了我，好好活下去，别再写那些折磨人的日记了。水底突然传来一声沉闷的巨响，疯狂下坠的身体猛地一顿，腰间的铁链瞬间绷紧到极致，勒得我几乎拦腰折断。我猛地睁开眼，水泥墩没有沉到底，它卡在了江边废弃的钢铁桥墩缝隙里。我被悬在半沉半浮的江水漩涡中，水面就在我头顶不到半米的地方。求生的本能让我拼命向上扑腾。哗啦，我冲破水面，贪婪的大口呼吸着带着铁锈味的冷空气，视线被江水模糊，但我还是看到了岸上那震撼人心的一幕。刺眼的远光灯如2把绝世利剑，生生劈开了废弃工厂浓稠的黑夜。红色的跑车根本没有减速，像一头发疯的野兽，带着震耳欲聋的引擎轰鸣，直直撞向刀疤脸那群人。疯子，快躲开！刀疤脸吓得魂飞魄散，连滚带爬的往旁边扑去。砰！跑车狠狠撞在废弃的汽油桶上，火花四溅，硬生生在江边悬崖前刹停，轮胎在地上摩擦出2条焦黑的痕迹。车门还没完全推开，尖锐的警笛声便从4面8方呼啸而至，红蓝爆闪的警灯瞬间将整个江岸照得亮如白昼。全副武装的特警如潮水般涌入，黑洞洞的枪口直接对准了地上的混混。警察，不许动！抱头蹲下，警犬上，把那个刀疤脸铐起来。混乱中，我看到一道纤细的身影从跑车里跌跌撞撞地摔了出来，是柳如烟。她穿着单薄的病号服，额头上的纱布已经被鲜血浸透。她根本不看那些被按在地上的暴徒，也不顾警察的阻拦，疯了一样扑向江边边缘。许清，许清！她趴在满是碎石和玻璃碴的悬崖边，探出大半个身子，冲着江面绝望的嘶吼。我在这，我虚弱的回应，声音被江风吹碎。她看到了我，那一瞬间，她眼里的恐惧化作了某种骇人的疯狂。她毫不犹豫地伸手，一把抓住那根绷得笔直、沾满泥沙和铁锈的粗糙麻绳，拉他上来！快来人帮我拉他上来！她冲着身后的警察大喊，同时自己已经拼尽全力往后转。几个特警迅速冲过来，合力拉动绳索。随着一阵令人牙酸的摩擦声，我被一点点拖出水面，重重地摔在岸边粗糙的沙石地上。我浑身湿透，背上的鲜血混着江水，将身下的地面染红了一大片。我连动一根手指的力气都没有了，只能像条濒死的鱼一样大口喘气。柳如烟扑通一声跪在我身边，她没有去探我的鼻息，而是直接伸手去解我腰间那死死缠绕的麻绳和铁链。那个死结被水泡过，又承受了100斤的拉力，早就硬得像石头一样。解开，给我解开！她红着眼眶，徒手去抠那个死结，粗糙的麻绳瞬间磨破了她娇嫩的皮肤。我眼睁睁看着她的指甲劈裂，指尖渗出刺眼的鲜血。别弄了！我气若游丝，想推开她的手，脏，你手流血了。她像根本听不到我的话，也感觉不到痛，手指抠不开，她竟然直接低下头，用牙齿去死死咬住那沾满泥沙和血水的绳结。如烟，我心脏猛地一抽，眼眶瞬间通红，咔嗒，死结终于松动。她手脚并用地把沉重的铁链从我腰间扯开，扔出老远。下一秒，她猛地扑下来，将陷入半昏迷的我死死抱进怀里。许清，你这个骗子！滚烫的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，疯狂地砸在我的脸上，混着江水流进我的嘴里，又苦又涩。你凭什么替我做决定？你凭什么用10块钱打发我？她死死搂着我的脖子，力气大的仿佛要把我揉进她的骨血里。你要是敢死，我立刻从这里跳下去陪你。我看着她近在咫尺、沾满泥污和泪水的脸庞，我想抬手摸摸她的脸，告诉她我没死，可
可极致的疲惫和失血过多，终于彻底切断了我的神经。我在他撕心裂肺的哭喊声中陷入了无边的黑暗。在睁开眼时，刺眼的阳光透过百叶窗，在白色的床单上切出斑驳的光影，没有姜风，没有水腥味，只有浓重的消毒水气息。我没死，我动了动手指，背部的伤口传来一阵撕裂般的钝痛，提醒着我还活着。别动！一道沙哑干涩的声音在耳边响起。我僵硬地转过头，柳如烟坐在病床边的椅子上，她穿着简单的白衬衫，头发随意地挽在脑后，那张曾经总是精致冷傲的脸，此刻憔悴得让人心疼，眼窝深陷，眼底满是乌青，嘴唇干裂起皮，双手缠满了厚厚的白色纱布。看到我醒来，她猛地站起身，椅子摩擦地面发出刺耳的声响。她定定地看着我，眼眶瞬间红了，却死死咬着嘴唇没有出声。我看着她这副模样，心脏像被一只无形的手狠狠捏住，记忆如潮水般回笼。绝情信，10块钱，废弃工厂，脑血管破裂的警告。我本能地往后瑟缩了一下，试图拉开我们之间的距离。你醒了。她深吸了一口气，声音微微发颤。我避开她的目光，盯着苍白的背角。对不起。她没说话，只是静静地看着我，那种沉默让我感到窒息。我以为她又要发火，以为她看穿了我的谎言后，觉得我是一个麻烦，一个随时会引爆她脑血管的定时炸弹。医药费我会还你。我咬着牙，强迫自己用最冷漠的语气开口。那份离婚协议我已经签了，我是个劳改犯，还惹了高利贷，我留在你身边只会害了你。我顿了顿，狠下心继续说，你现在没事了，我也没死，协议作废吧，你走吧，别因为同情留在这里。每一句话都像刀子一样割着我自己的喉咙。我以为他会顺水推舟，或者像以前一样冷冷地嘲讽我几句，然后转身离开。可他没有，他突然转过身，走向放在一旁的黑色手提包，拉链拉开，他从里面拿出了那本厚厚的沾着我血迹的黑色日记本。我的呼吸瞬间停滞。他要干什么？他要逼问我日记里的细节吗？他要强行去回忆那些被封锁的过去吗？别看！我猛地直起身，不顾背上撕裂的剧痛，伸手想去抢那本日记。林晓说过，你不能再受刺激了，放下！砰！我重重地跌回床上，疼得倒吸了一口冷气。柳如烟没有理会我的挣扎，她拿着那本日记本走到病房角落的金属垃圾桶前，然后当着我的面，她松开了手。啪嗒，那本被她视若珍宝，每天反复描摹，用来维系她那点可怜安全感的黑色日记本，就这么轻飘飘地掉进了垃圾桶里。我彻底愣住了，大脑一片空白。柳如烟转过身，一步步走回病床前，她看着我震惊的眼神，眼角滑落一滴清澈的泪水，嘴角却扯出一个温柔到极点的笑容。她俯下身，带着淡淡皂角香气的气息瞬间将我包围。她极其小心地避开我背上的伤口，缠着纱布的双手轻轻环住我的脖子，将脸颊贴在我的胸膛上。隔着病号服，我能清晰地感觉到她温热的眼泪浸湿了布料。许清，你真傻。她闭着眼，声音轻柔的像在诉说一个秘密。你以为我拼了命去救你，是因为同情吗？我浑身僵硬，连呼吸都不敢用力。林晓把一切都告诉我了，她的手指轻轻抚摸着我颈侧的脉搏。你替我爸顶罪，你为了不刺激我写下那封绝情信，你用10块钱买断自己去赴死。她抬起头，那双曾经布满防备和厌恶的眼睛里，此刻只剩下毫无保留的深情和心疼。我把日记扔了，她定定地看着我，一字一顿地说，因为我不需要日记里的替身了，许清。我的眼眶瞬间温热，视线开始模糊，哪怕那场手术封锁了我的记忆，哪怕我到现在还没想起全部的过去。她吸了吸鼻子，捧起我的脸，额头抵着我的额头，但我的心没有失忆。她在看到你流血时会痛，在看到你推开我时会慌。她在告诉我，不管重来多少次，不管我忘记你多少次。她闭上眼，温软的嘴唇轻轻印在我的唇上，带着咸涩的泪水和劫后余生的庆幸。现在的我依然会重新爱上你。心脏在胸腔里剧烈的跳动，仿佛要冲破肋骨的束缚。那些压抑了一整年的委屈、痛苦、自卑和绝望，在这一刻被她这句话彻底击碎。命运给我们设下了一个死局，记忆被封存，身份被抹杀，生死被悬于一线。可她硬生生撞破了南墙，带着满身伤痕，把这个死局砸得粉碎。我颤抖着抬起手，附上她缠满纱布的手背，用力将她拥入怀中。阳光透过百叶窗，洒在我们相拥的影子上。这一次不再是午夜偷来的温存，而是余生光明正大的相守。